My sons are struggling. Save them, and Oasis of the future will be yours. Deal. 嘿，我是 D， 欢迎来到我的美股驾驶舱。自从特斯拉的 Robotaxi 在奥斯汀上线以来，无人驾驶商业化这个赛道的竞争就被按下了加速键。很多人纳闷，现在的出行行业老大 Uber 会怎样反击？7月17号 ，Uber 又出手了，但它祭出的不是一次反击，更像是一场精确到小时的教科书级别的资本市场操控。我们来看一下当天发生了什么。上午 ，Uber 高调宣布将联合电动汽车公司 Lucid 和自动驾驶公司 Nuro 打造自己的 Robotaxi 车队。这是一个价值超过6亿美元的重磅合作。Uber 承诺向 Lucid 投资3亿美金，并采购2万辆 Gravity SUV， 同时向 Nuro 注入一场未公开的数亿美元投资。消息一出， Lucid 股价像坐上了火箭一样，当天暴涨超过 50%。下午就在市场还沉浸在狂欢的时候，如果你去翻一翻 SEC 的公开文件，你会看到另一则公告。作为合作的主角 Lucid 悄悄提交了一份反向股票分割的申请，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合股。这是上市公司在股价长期低于1美元，面临退市风险时才会采取的经典自救手段。现在我们把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上午是价值数亿美元的投资，是2万辆的大订单，下午是股价太低，财务承压，濒临退市的技术性操作。这绝不是巧合，这是一颗精心设计的烟雾弹。这场价值超过6亿美金的合作本身就是最好的掩护，它的作用就是在同一天对冲掉合股这个操作所释放出的所有负面信号。但这又引出了一个更深也更关键的问题， Uber 为什么要费这么大的劲，并砸下真金白银去帮着 Lucid 演一场如此复杂的资本大戏？它是纯纯的大冤种，还是有更深层次的布局在里面？这期美股驾驶舱D， 我来带你全网独家深入挖掘以下4个层面的信息，带你完全看透这场合作的内核本质。一，这场合作的背后是2个都急着输血的科技公司，而不仅仅是一个。第二，我们将揭开一个主权财富资金是如何通过一张盘根错节的资本网络，同时拯救自己的亲儿子和干儿子。第三，我们会看到在这场资本乱局之下，还隐藏着一个颇具前瞻性的技术赌注。最后也是最关键的，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一片正在从阿拉伯沙漠中缓缓升起的未来城市蓝图。要理解这场资本大戏，我们必须先看懂台上的主要演员以及他们各自的困境。这根本不是一个强者提携弱者的故事，这更像是一场病友间的相互取暖。一个演员 Lucid， 我们已经知道他财务状况糟糕，但要理解他今天的处境，我们必须回顾一下他的金主爸爸 PIF 为他付出了多少。PIF 全称是沙特公共投资资金，你不要把它看成一个普通的基金，它是沙特王储 MBS 用来实现他2030年愿景，也就是沙特经济转型计划的核心引擎，由王储本人亲自担任主席。它的背后是整个沙特的国家意志。从2019年开始， PIF 就向 Lucid 投入了一笔13亿美金的巨款，获得了他67%的控股权。在2024年3月，眼看 Lucid 撑不住了， PIF 又追加了10亿美元。在这次 Uber 合作之前， PIF 已经为 Lucid 这个亲儿子真金白银的砸进去了23亿美元。现在你理解了吗？已经花了这么多钱，而且是在全世界的注视下， PIF 已经没法再厚着脸皮第3次直接给钱了，他迫切的需要一个市场化的理由来给 Lucid 续命。第二个演员 Nuro， 这家公司是谁？它是由2名前谷歌自动驾驶项目的核心工程师在2016年创立的。他们最早的技术路径就是我们熟悉的低速无人配送小车，但 Nuro 的总裁 Dave Ferguson 在最近的采访中亲口承认，因为资金成本急剧增加，他们已经无法再承担自己造车、自己运营的重资产模式，被迫在2年前转型，开始对外授权技术。所以 Nuro 同样需要一个大客户、一大笔投资来证明他的新的商业模式能够走得通。现在我们把线索串起来，这场大戏真正的导演和主刀医生 PIF， 他的意图就清晰了。这是一个一石三鸟之计。首先 PIF 是 Lucid 的控股股东，也是 Uber 的重要股东，通过影响 Uber 来给 Lucid 注资，既救了 Lucid 的命，又保全了自己的面子。其次 Nuro 呢，表面看 PIF 和他没有关系，但如果你再深挖一层，就会发现 PIF 是软银愿景基金最大的出资人之一，投资金额高达450亿美金，
而愿景基金恰恰是 Nuro 背后最重要的投资方之一。所以你看 Lucid 是 PIF 的亲儿子， Nuro 可以算是干儿子。这场资本手术，主刀医生 PIF 一次性盘活了自己投资组合里的2个关键棋子。那么这第3个演员和第3只鸟是什么呢？当然就是 Uber 自己。它本身就面对特斯拉 Robotaxi 的激烈竞争，整个商业模式可能被完全颠覆。它支付的这笔价值超过6亿美金的赎金换来的是什么呢？我们稍后会深扒。但在此之前，我们必须客观地审视一下这场手术的技术方案。这个联盟真的只是一个草台班子吗？也不尽然。Nuro 的技术实力可能远超很多人的想象。这家公司是由2名前 Waymo 的核心工程师在2016年创立，可以说是根正苗红。在过去的几年里，它不仅是全球第一家拿到美国政府自动驾驶豁免的公司，而且已经在公共道路上实现了超过140万英里的零责任事故自动驾驶记录。它的合作伙伴里也都是像 CVS、7-Eleven 这样的行业巨头。在 Nuro 总裁最近的采访中，他透露了一个让这个联盟的技术选择瞬间变得严肃起来的细节。他们在 Lucid 上部署的自动驾驶套件将完全基于英伟达下一代的王牌自动驾驶芯片 Thorn。Thorn 是什么？简单说，它能把过去需要一大堆独立芯片，比如 CPU、GPU、安全模块等等，才能完成的工作，全部集成到一块芯片上。Nuro 总裁自己也说了，这会极大的简化他们的系统，并且显著降低成本。所以你看，这给我们揭示了故事的另一面。这个看似混乱的联盟，至少在核心技术路线的选择上是颇具前瞻性的。他们并没有随便拼凑，而是赌了一条高集成、低成本的技术捷径。这让 Uber 的这笔投资，至少在技术层面看起来不那么像一场纯粹的无脑的资本运作。但是技术上的合理性并不能解释商业和资本运作上的不合理性。那么要解释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深挖 Uber 这笔昂贵的赎金到底换来了什么。所以 Uber 支付的这笔昂贵的赎金到底换来了什么？答案就隐藏在这支 Lucid Robotaxi 车队里一个无法回避的数字。彭博社的分析师已经帮我们算了笔账， Lucid 的生产成本本来就高，大约是特斯拉的2倍。现在你再加上 Nuro 全套的自动驾驶传感器和计算单元，这辆 Lucid Robotaxi 的硬件总成本将轻松超过15万美元。朋友们，这是一个决定性的数字，它直接宣告了Uber 的这支车队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将永远不可能走进大众市场，也永远不可能在成本上与特斯拉的 Robotaxi 网络竞争。它注定只能是一个服务于少数人的奢侈品。那么问题来了，谁会为一个如此昂贵的、无法规模化的 Robotaxi 服务买单呢？答案就在我们开篇提到的那张未来城市的蓝图里 ，Neom。介绍 Neom 之前，我们必须先解释它背后的权力有多大。Neom 不是一个普通的房地产项目，它是沙特王储 MBS 赌上国运的2030愿景的核心，而它的唯一投资方和所有者就是沙特主权财富基金 PIF， 意味着 PIF 对 Neom 拥有100%的控制权。而 Neom 的核心是一个叫做 The Line 的线性城市，一个长达170公里，但是宽度只有200米，高度却有500米的巨型线性建筑。它的设计理念极其颠覆，零汽车、零街道、零碳排放，所有 Robotaxi 都在与世隔绝的地下专属通道里运行。这个设计也恰好能发挥 Nuro 这种非开放道路技术的优势。最关键的是，因为 PIF 的绝对控制以及其关键人物身处 Uber 董事会， Uber 拿到的很可能是一份独家的排他的运营牌照。那么这份独家牌照的终极价值有多大呢？ Neom 的最终规划是要容纳900万人口。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餐巾纸数学，考虑到 The Line 的紧凑设计，我们保守估计每人每天平均需要乘坐2次 Robotaxi 进行跨区域的移动。考虑到 Neom 的高端定位和服务的垄断性，我们假设平均每次乘车的费用是25美元。这样算下来，当 The Line 完全建成之后，这个单一城市的 Robotaxi 市场每年的收入将超过1370亿美金。让我再重复一遍啊，每年1370亿美金，这是什么概念？这个数字比今天特斯拉全球所有业务的年收入加起来还要多，这才是这场赌局里真正的终极奖赏。但是这个1000亿级的奖赏什么时候才能兑现呢？ Neom 的官方目标虽然宏大，
但其高管自己也承认，要完全建成并住满900万人，可能需要10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而更现实的短期规划是，到2030年 ，NEOM 的初期目标仅仅是容纳30万人。所以 Uber 的这张期货合约赌的是一个可能要到下个世纪才能完全实现的1000亿级市场。所以整件事的全貌就非常清晰了。这是一场一条龙式的资本运作，用一场精心设计的合作呢，同时解决 Lucid 和 Neural 的财务困境，并用一个颇具前景的技术方案作为包装。而 Uber 支付的这笔赎金，换来的就是成为 NEOM 这个高端小众但充满不确定的未来市场里独家奢侈品供应商的资格。短期来看，这是各方在自身困境下能做出的最优解，但长期来看，这种依赖复杂资本运作和地缘政治的特供模式，在技术和成本的绝对优势面前能走多远，历史会给我们答案。那么你觉得 Uber 的这张期货合约最终能兑现吗？特斯拉会被排挤在 The Line 这个巨大的出行市场之外吗？把你的想法留在评论区，我们一起讨论。如果你喜欢 D 的独特视角和深度分析，记得点赞关注，咱们下期视频驾驶舱里再见。